二叔啊，胡局长，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100万大洋能为公司做许多大生意。我们一旦碰到钱的事儿，就再也不用愁了。欧阳秀倒是不足为患。这些日子，洪宪皇帝迫于他父亲的压力，有放人的打算。那我们何不做个顺水人情？恐怕要筹集这笔钱需要时间，我怕会节外生枝啊。大牢里头有邢贵成坐镇，我们还怕什么？行啊，你就答应吴医生，让他与欧阳秀见一面。让他们见面？他不是提出交钱之前要与欧阳秀见一面吗？啊，是的，他提过，下官没有同意，怕他们趁见面的机会暗中捣鬼。这不正好吗？就怕他们不捣鬼。大人的意思，下官明白。事先叫人躲起来，偷听他们说些什么，这样就可以摸清他们的底牌。小菊姑娘，这房子不错，以前是我妹妹住的，现在她出嫁了。在安庆啊，你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房了。谢谢老板。好，那你早点休息吧，我先走了。欧阳，医生，他们为什么同意我们见面？因为我答应了他们的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用100万大洋换你的命。你疯了！花这么大一笔钱来救我，不行，不，绝对不行！你应该用这笔钱来购买军火，而不是花在我身上，懂吗？欧阳，坐下。你先听我慢慢说。清泉虽然牺牲了，但他生前对他的部下一直都很好。你又是他的遗孀，在新兵当中你有号召力。在这个乱世，需要的不是像我这样的文弱书生，而是像你这样能号召起义迎新军的武士。清泉走了，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可是我这么做，不是为了你，是为了共和。生命的价值是一样的，我不能用你的死换我的生。余生，我们是同志，要活在一起，要死在一起。可是我们2个人当中，只有一个人能活，那个人就是你。为什么不能反过来是你活着出去？
因为我不想活，我想死，越快越好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，雨生？你不要问了。为什么？你告诉我为什么？你不要再问了。到底出什么事情了？你不要再问了。你告诉我，雨生到底为什么？我梅尔被沉塘了。什么？黄梅儿怎么了？黄梅儿她到底怎么了？黄梅儿她到底怎么了？说呀！黄梅儿她为了我呕心沥血，为这个案子四处奔走，而我们家人竟然将他捆起来沉入江中。吴文来找我，我写了血书，可是他们就是不肯。我对不起黄梅儿，我对不起黄梅儿啊！我决定了，我要去黄泉路上找他，向他赔不是。所以你一定要成全我，这样我也死得其所。这不公平！这不公平！这不公平！吴宇生已经认为黄梅儿死了，说对不起他，要去黄泉路上找他，求他原谅。欧阳秀答应了。哦，没有。他们两人都争着去死，最后抓阄决定。难怪革命党能成事啊！元皇帝身边就是没有这样的忠义之士，一个个尔虞我诈，争权夺利，为那些蝇头小利都打破了头。我说，这几天巧菊姑娘上哪儿去了？怎么一天天的见不着她人影啊？不知道，大概回乡下了吧。哦，你说，会不会像二太太说的那样，她和朱管家合在一块儿设套害我？啊？他是我身边的人，从小约在吴家长大，应该不会吧？退一万步，如果那是真的，如果没有二太太从中使坏，他想害也害不成啊。偏偏老天作孽呀，让咱们吴家遭了这么个大灾大难。我琢磨着，万一雨生不在了，这个家可就散了。二叔，您别难过。哎呀，说1000道1万，我们吴家呀，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呀。我琢磨着，跟你爹娘商量商量，替你再找个好人家，再改嫁过去。我生是吴家的人，死是吴家的鬼。二叔，您就不用替我操心了。何必呢？现在是民国了，改嫁的妇女那么多，又不是你一个人，啊？二叔，下一步怎么办？霍道台，你的意见呢？下官以为，既然吴宇生肯出钱，可以考虑释放欧阳秀。为了保险起见，一手交钱，一手放人，至少付1半定金。好吧，就照你的办。不过这笔钱一定要保密，为了安全起见，不能让外界知道，不能收条，更不能给外人留下把柄。
你让他们写一个欠条，就说和婉和公司做买卖欠的钱，等到钱到了，再把欠条还给他。这样，即便外人知道了，也不好说什么。刘大人，果然是棋高一筹。这样，我1分钱都不拿，把钱放在公司的账上，生意做好了，大不了给衙门交点税，也算为家乡做点贡献吧。大人不拿，下官也不拿，全都放在公司的账上。这不行，一定要拿的。我不拿，并不是反对你们拿。说好了，您拿4成，我跟胡明九各分3成，您怎么1分也不拿了？哎呀，熊二，这个钱我能不要？我只是不能当他的面要。好在这笔钱在公司的账上，我能不放心吗？那倒是，你当他的面表示1分不拿，他吓得也不敢拿了。说实话，他就根本不应该得3成，因为这事儿是你起的头，所以我才让上面打招呼。分给他1成，已经算对他客气了。要不是二叔出面，安庆府根本决定不了。建雄啊，这样，把全部的款项都打到公司的账上，用它去做生意。我呢，就算入股公司，每年分红就行了。行，二叔。黄梅儿，雨生把宝鼎行给卖了。什么？你说雨生把宝鼎行给卖了？是啊，全安庆都传得沸沸扬扬的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胡明九也没跟我说。雨生卖了宝鼎行，一定有他的想法。挂水牌，说我今天晚上复出。你复出？人人都以为你死了。我就是要唱一出还魂戏，让雨生知道我还活着。要是让刘建雄知道的话，他会再来纠缠你的。要是怕刘建雄纠缠，我早就离开安庆了。黄梅儿真是个奇女子，连龙王老爷也抓不住她。这倒真是奇怪，明明那么多人亲眼看见她被沉塘，怎么好端端的她又跑到台上去了？现在全安庆都在谈论这件事情。好啊，好啊，真是老天有眼。那天我听说吴家提前把黄梅儿沉塘，我还大哭了一场。我要让黄梅儿知道，我刘建雄是对她最好的人。二叔，二老爷，二叔，黄梅儿死而复活了。我正是为这事儿来的。你去找一下胡明九，告诉他，对吴宇生要严密封锁消息。倘若吴宇生要是知道黄梅儿还没死，只怕就要英雄气短，儿女情长了。到时候你1分钱都拿不到。二叔，胡明九怪我没有分给他钱，一直避而不见呢。你告诉他，这是我的意思，还怕他造反不成？二叔，明白了。少爷一定要凑100万大洋，你说该怎么办？少爷皆有吩咐，这笔钱是非交不可的了。
但一时上哪儿去筹这么多的款呢？哎，实在不行，只能按少爷的意思把宝鼎行卖掉。这宝鼎行是吴家祖上留下的老字号，最好不卖。哎，李掌柜，你跟我交个底吧，你能凑出多少钱？吴管家看过账了，撑死不过70-80万。这个家全败在我们手上了。哎，夫人，我16岁入宝鼎行，至今30多年了，我何尝不想保住这金字招牌啊？少爷做出这样的决定，也是万般无奈啊。这么说，宝鼎行已经到了非卖不可的地步了。好，就到这儿。吴文，二太太，二太太，你没死啊？我没死，你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二太太，真是太好了。家里的人呢？家里人出去了，就我在这儿看家。大太太，您慢点儿。大姐，大姐，大姐，我没死！大姐，大太太，大姐，开门！大太太，大姐，大太太，大姐，哎，你是说？对，不用卖宝鼎行了，用这幅画来顶罪。这可是吴家的传家宝啊！大姐，你错了，这幅画是雨生的爸爸吩咐留给汪家后人的，而汪家的后人就是我。可是这是吴家之宝啊！二叔，就这么定了吧？大姐，你把这幅画拿给胡明九。黄梅姑娘，多谢你了。嗨，黄梅再冤枉，也是吴家人。都是我老糊涂啊！幸亏龙王爷不收啊！我们也不得不留个心眼儿。大姐，你跟他说，只要人能平安的回来，我们就把另一半给他。老爷，主帅，沿途有消息吗？我正向老爷来禀告此事。快说。我问了黄梅儿，她说画确实在她手上，而且她愿用画换欧阳秀出狱。你告诉他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只要他把那幅画交出来，刘家不会难为他一个弱女子。我也是这么说的，可是他说口说无凭啊。怎么着？他不是又要写什么字据吧？那可使不得。这个戏子诡计多端，熊儿就多次上了他的当，不能给他写什么东西。这恐怕就难办了。这戏子倔强得很，要不老爷您亲自去和他谈谈？糊涂！我是什么身份？怎么能和一个戏子折接下脚？还是你代我出面吧。我代老爷出面倒是没有问题，不过
我人为言轻，戏子不能相信我呀，不如让少爷和他去谈谈。得，免了。兄儿性子火爆，别再节外生枝。那老爷，您能不能给我个凭证？我让那戏子知道我是代替老爷去和他谈的。给你写个手令，倒还可以。不过千万别落在那个戏子手上。这是自然。怎么写在妥帖呢？老爷您就写此间事情全部交由朱顺打理，您看可以吗？少爷，少爷！一大早，陈麻子就派人通知我，要我赶来见你。我以为他骗我，没想到真的见到少爷了。家里情况还好吗？佣人全散了，大太太暂时搬到舒老爷家住下了，再过几天，他老人家就可以回家了。好，我这儿写了3封信，除了给二叔的，还给大太太和二太太各写了1封。至于二太太的信，你拿到坟头上烧掉。烧掉？为什么烧掉啊？我让你烧你就烧，这些烧成灰，活人看不见，死人在阴间自然能看见。少爷，怎么你不知道啊？我知道什么？我让你把信拿到坟头上去烧掉，这是活人给死人看的，难道你不明白吗？不是，少爷，二太太她没死啊！你说什么？你说二太太她还活着？啊？你不是亲眼看见她死了吗？那天我从牢里拿着你的血书赶回去，让他们刀下留人。二老爷他们不听，执意要将她沉入江中。谁知道老天爷有眼，龙王爷不收，二太太已经沉入江中了，却安然无恙啊！你说二太太还活着？老天保佑，老天保佑，老天保佑！少爷，吴家被抄，二太太死而复生这2件事，在城里闹得沸沸扬扬的，怎么您一点风声都不知道啊？活着就好，活着就好。我们吴家上一辈子欠了他们王家一笔血债，他要是再为我死了，我就是死了也不瞑目啊！蔡锷将军在云南组织的护国军与袁世凯的军队激烈的战斗，南方各省纷纷响应，声讨复辟。而让袁世凯没想到的是，
他的北洋亲信们也上书让其放弃帝制。刚刚成立的中华帝国，眼看着就要分崩离析。吴明九这个人根本靠不住，他一直在跟我们耍滑头。他这个道台还是二叔你一手提拔的，他怎么改啊？这个人老奸巨猾呀，他多半是看现在洪宪皇帝位子不稳，想给自己留条后路，所以他始终不肯在这里处决吴玉生，他偏偏要舍近求远，把他押解到北京。那二叔的意思该怎么办？留着吴玉生，无论于国于家都是后患。二叔说的对。兄儿，你跟我说过，朱顺和吴家的那个小丫鬟来往密切。好，好。无论如何，我们要利用这个小丫鬟。那给二太太的信是不是就可以留在这儿，不用带给她了？不，这信还是先留在你手上，先不要给她。等我死了之后，你再交给她。这信原来是活人写给死人的，现在变成死人写给活人的了。吴文，今后这个家你就要多操心了，尤其要照顾好二太太。少爷，你别这么说了，家里人盼着你早点回去的。二太太她一定会想尽办法把你救出来的。你不用安慰我了，我知道，我这次是在劫难逃了。至于贤雅，她与我结婚多年，一直孝顺父母，善待下人。可惜我和她没有缘分。我写了封离婚书，你把我交给他，跟他说我对不起他。我死后，他可以改嫁，他不能因为我耽误一辈子呀。至于二太太，她离开吴家以后想干什么，那是她的自由。把庄园下的房子过到她的名下，再给她一笔安置费。你一定要照顾好她的生活起居。这个世界上，我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他。哎呀，这幅画果然藏有天机呀！啊，幸亏是在画的上半部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当年光绪皇帝给汪大人的密诏。这上面说的是袁世凯如何背信弃义，明则与皇帝同心。
实则在暗中勾结太后，愚弄皇上。哼！哎，这个不看也就罢了。难怪老袁一心想找到这幅画，原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！是啊，建雄啊，哎，现在这幅画可不止100万大洋了。你让胡明九去找吴宇生，给他写个条子，就说让他交出下半幅画来，我们就放回欧阳修。等到下半幅画我们一到手，你就让那个丫鬟下手。二叔，你放心，这件事包在我身上。不过吴宇生有个条子要交给家里人，说让你们把下半幅画也交出来。看看。谢谢啊。老臣刘振邦终于可以向洪宪皇帝交差了。通知钱从兴，让他来见女儿吧。孩子，你受苦了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看，谁来了？黄梅儿，你没死？没有。你没死啊，黄梅儿。我以为你死了呢。这儿媳妇，你想好了，能不能不离开吴家？我一心一意想救余生出来，不惜变卖家财。谁知他是打着为皇位殉葬的主意。我们那么多人，再怎么对他好，也不及黄梅在他心目中的分量。现在，保鼎行被我给卖了，余生把钱也给捐了，吴家就败在我的手里面了。我还有什么颜面进吴家的祖坟？二叔，您就放我走吧。哎呀，孩子，你是我吴家欠你的。好了，孩子，多保重啊！吴家随时欢迎你回来。啊老天哪，你怎么不长眼呢？谁呀？巧菊。巧菊，巧菊是我，巧菊，我是黄梅儿啊，我没有死，是谢杨柳救了我。
巧菊，我还活着。你怎么还活着？你到这儿来干嘛？巧菊，我上次跟你说的话是真的，你真的姓汪，是汪家的后人，你是我的亲妹妹。大白天的，你说什么胡话呀？你听我说。闭嘴！我不想听你说。我心里憋着一大堆的话，今天不说出来，我非憋死不可。你不但是我的克星，也是吴家的克星。自从你进了吴家，好端端的吴家全毁在你手里。这老夫人被你逼死，这少爷被关进监狱。你不但把我给赶出去了，把大太太也给逼走了。你说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你误会我了，我怎么误会你了？我不想看到你，你出去，你给我出去！巧菊，你快出去啊！陈巧菊，林老板，你不用怕，我没死。见鬼了，陈仙梅。你是说黄美儿吧？她是龙王爷不要，我是阎王爷不收，这也算天佑好人。你要干什么？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，你跟我来。我为什么要跟你去啊？这件事情与你有关，如果你想知道，就跟我来。进来吧。又是你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哎，别走。我不是跟你说了，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吗？你说的重要事就是他吗？这关你什么事啊？因为她是我们的大姐。原来你们是合着伙来对付我，是吧？哼！站住！这个你应该认得吧？这是白书从你父母手里高价买回来的。它本不是一块残玉，只是当年汪家满门抄斩，祖父汪文谦让白叔带我们3个姐妹出逃，怕我们失散，可以将一块原玉一分为3，留作以后相认的凭证。这块是你的，我跟黄梅儿每人1块。是啊，当年是我带着你们姐妹3个从府上逃出来的，后来你们走散了。就凭这一点，能说明什么？不能。可我知道，我3妹胸前有块胎记，小的时候我抱过你，胎记的样子我还记得。你们就是费尽心机，我也不会相信你们的。你给我站住！姐妹相认要费尽心机吗？我们是在高攀你吗？你们到底想怎么样啊？我想姐妹相认。汪家只剩下我们3个人了，我们不要再四处漂泊了。巧菊，你想一想，我和大姐都是被人陷害的，如果不是因为血浓于水，姐妹情深，
我们为什么要把你带到我们栖身的地方？这说明什么？我们知道，让你现在接受这个事实很难，可我们只是想让你明白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你还有2个姐姐，有2个亲姐姐会一直记挂着你。你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。巧菊，你出了这个门，直到相认的那一天，我们都会在这儿等着你。